你花着国家的钱，你理应去做到。我就一句话怼你，我没花国家1分钱，就这一句话，就没法比，你就比不了。你敢不花国家1分钱跟我比吗？你不敢，对吧？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俗话说人红是非多，董路带着 U12 足球小将踢爆欧洲豪门青训梯队，拿到冠军奖杯，很多人为他和那些孩子喝彩，并且感到自豪，但也有很多人投来异样的目光，因为不看好他们的人被打脸了，甚至说动了他们的蛋糕。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吴正教练董路虽然火了，但他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因为恨他的人本来就很多，现在他成功了，就会有更多的人想要毁掉他。不信你看，现在网上已经开始有人要求查他投入足球小将这5800万的来源，还有人造谣说他没经过足协同意就擅自组织参加国际足球赛，将接受处罚。伊莎，我前2天不是发了条祝贺他们的视频吗？结果马上就有人跑来说我不懂球，说足球小将这次夺冠的所谓意大利小世界杯根本就不是专业赛事，就是个嘉年华而已。而且董路选孩子是在全国掐尖儿，是选中了中国最好的青训球员，然后拉去欧洲打一个个孤立的区域青训队，这是在走捷径。启蒙训练培养根本不能算他的，所以不能代表中国足球崛起了。真是说什么的都有，但目的只有一个，把董路和中国足球小将拉下神坛。伊莎，我真的挺纳闷的，你质疑董路投入的5800万，那我想问问你有没有质疑过花掉上亿拨款的那些所谓专业的青训机构的账啊？青训都花钱，别人花的更多，怎么到足球小将就不行了？逼得董路还得出面澄清，连自己以前月收入4万块，连02年买过一辆奥迪 A6 都给供出来了。他花的明明是自己的钱，你凭什么让他自证清白？花公家的钱反而倒没人问了。还有人说他掐尖儿，说他选的孩子个头都比欧洲孩子高，甚至诋毁他给孩子的年龄造假。伊莎，我就算再不懂球，也知道哪个青训他不是全国挑尖子呀？怎么到他这儿就成走捷径了呢？清华北大也掐尖啊，梅西也是巴萨从阿根廷选的尖子呀，皇马更是从全世界挑尖子。你要是觉得掐尖就是走捷径了，那你去啊，你明年组建个青训队出来，也去走捷径掐尖，把那些你嘴里弱到爆的欧洲青训队都给灭了，拿个冠军回来看看呀。你可别忘了，咱中国男足也是全国掐尖，而且是优中选优，但踢成什么鬼样子了，连一个10几万人口的岛国都踢不过。还有人拿他选中国孩子个头比欧洲孩子高说事儿，就更可笑了。你欧洲孩子发育不好，你赖我们的孩子长得高。足球要是那么看重身高，那梅西都矮成那样了，是怎么成世界球星的？更何况这个意大利小世界杯，它根本就不是你口中所谓的嘉年华不专业。要知道 U12 这个年龄段全世界就没有非法官方赛事，所有国际比赛都是民间邀请赛，所以在这种标准下，全世界所有 U12 冠军都可以被说成不正规。但这次参赛的这48支队伍里，佛罗伦萨是意甲青训，布拉加是葡超青训，哥本哈根是单超青训，而足球小将冠军赛踢赢的埃弗顿有着100多年的青训历史，你管这叫嘉年华？那你去全国找任何一个这年龄段的中国球队，去拿下这个嘉年华的7战7胜，捧个冠军奖杯回来看看呀。还有人说什么这帮孩子不是董路培养出来的，可你知道这些足球小将跟了董路多少年吗？8年，8岁进队，16岁进国家队，这还不是董路一天一天带出来的？训练是他安排的，欧洲参赛是他一个个联系的，养活这支队伍的钱是他扛着直播设备攒下来的。他让孩子在国际赛场上建立自信，积累经验，拿到加盟顶级梯队的机会，这不叫培养？什么叫培养？收家长天价培训费，让孩子签卖身契叫培养？一个无证教练，一个半路出家的解说员，没有花国家1分钱，带着一支无人认可的足球队，拿下了中国少年足球史上没有过的成绩，这就是董路和足球小将的原罪。不是他们错了，而是他们对了，而且对的太突出、太成功、太不合时宜，又太合时宜。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伊莎我说董路后面的路会比之前9年更难，因为以前他面对的还只是嘲笑和看不起，说你是野路子，说你没教练证，但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算计和陷害。他们会恶意造谣、恶意抹黑、恶意举报、恶意贬低，你在前面冲锋陷阵，子弹全从背后打来。而且想陷害他的人从此会从以前的足球圈拓展到另一个更大的群体，唱衰中国的人。要知道在中国有这么一帮人，他们不看足球，只爱看中国输球，然后逢人就说中国足球没救了，14亿人选不出11个会踢球的，是因为中国人种不行，体制不行。是的，他们就是要用中国足球来证明他们那一套中国人天生不行的理论。可结果董路带着一群12岁的孩子去欧洲，
洲，把他们眼中优秀人种的欧洲队给踢赢了。你让这些人怎么办？他们比死了亲爹还急，所以他们必须找到理由。这个冠军是假的，这个比赛是水货，这些孩子不是他带的，这个教练是个骗子。总之，他们绝不能承认中国人也可以，因为一旦承认，他们几十年来的信仰就崩塌了。这才是最恶毒的，不是恨董路，而是恨任何一个证明中国人也可以的人。就像有些人也恨给俺妈的情书，恨张雪机车一样。但是一个没名气的导演，一个只有初中学历修摩托车的车手，一个没有教练证的教练，他们却都用别人最不看好的方式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人也可以。所以为什么说2026年是神奇的一年呢？因为有越来越多所谓的不专业的外行的不被看好的人，却用自己的努力走了出来，证明了中国人在各行各业都很可以。这不也就是大疆是华为这些曾经不被看好，如今顶天立地的民族企业来时的路吗？董路或许永远成为不了主流，但历史会记住，在中国足球最黑暗的年代，是一个没有教练证的前解说员，带着一群不被看好的孩子，在异国他乡把5星红旗送上了冠军领奖台。而10年后、15年后，他们会成为下一个董路，下一个张雪。到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再问中国人到底行不行了，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被一群不被看好的人用各自的方式回答过了。真的是印证了那句话，枪打出头鸟。永远有那么一群人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却没有输出与之匹配的成果，还看不得别人成功，可悲可恨啊。据说在6月8号足协杯第3轮，因为董路没有教练证，被3个人死死盯住了90分钟，真的是无聊至极，并且制定了3步准则：不许他靠近边线1步，不许他张嘴说话指挥，不许他离开替补席区域。来，直接看视频。太逗了，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国家的职业联赛专门弄一个比赛督导盯着这个俱乐部总经理的。这个戴白帽子就是董路，他左边这个穿灰色衣服的，就是应该是一个督导或者什么赛场监督之类的。深圳青年队就是全程盯着董路，不让他进场，也不让他有任何动作和走动，不能超过这个线。全场人盯人盯着董路，不让他有一点动作，他说话都不行，他喊一声，那个比赛监督都跟他说话，都不让他说。这简直是今天全场比赛里面最成功的人盯人防守。咱们今天说说董路啊，董路最近火了，但是董路最近也摊上了麻烦，人红是非多，就这样来了。在6月8号的一场比赛当中，董路整整被人盯防了90分钟，从来不让他上前靠近1步，并且不允许在场边喊话。另外，身边一直跟着2名保安，还有1名工作人员，整整把他死死的盯了90分钟。一个人被3个人死死的盯防，这点战术是不是都用在董路身上？中国足球，你们到底在怕什么？反正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只要我不行，谁都不允许行。所以说干正事不行，干这种下三滥的活比谁干的都专业，比谁干的都敬业。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董路没有教练证，没有教练证就不能上前去指挥。这场比赛呢是6月8号的足协杯第3轮，对阵的队伍是北京通州鹏锐对深圳青年人。因为董路没有教练证，他只能是以总经理的身份出现，他是北京通州鹏锐的总经理。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身份，他就被这3个人死死的盯了90分钟。想想有多无聊，多么的讽刺。台上22名球员在奋力的拼杀，台下一个大男人被3个人紧盯四方，并且给他制定了3步政策。第一，不许靠近边线1步；第二，不许张嘴说话指挥；第三，不许离开替补席的区域。其实他们仅仅盯的是董路嘛，是因为董路动了他们的奶酪，砸碎了很多人的证书崇拜。我没有教练证，但是我依然带着孩子们夺了 U12 的冠军，这打了谁的脸？第二就是动了青训的生意，第三是草根赢了体制，刺痛了某些人的傲慢。一个解说员出身的外行带着一群不被人看好的孩子在 U12 上夺冠，而体制内的梯队砸钱无数，天天海参鲍鱼吃着，却连亚洲都踢不出去。海外夺冠，足协沉默，回国比赛，专人盯防。在这儿呢，咱们也喊话董教练赶紧去考个教练证，全国人民都期盼着。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